从大禹治水到圣明思想，篡改道德经的三大目的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聊一个震撼性的问题。我们平常读的道德经，真的就是老子当年写下来的样子吗？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，学界惊讶地发现，道德经通行版本和出土版本相比，竟然有700多处的差异。你没听错，5000多字的经文被动了700多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差异只是单纯的文字错误，还是有意识的篡改？第一个目的，把思考方向从民本改成君本。先看这段话，马王堆版本是这样写的：大上，下之有之，其次亲遇之，其次畏之，其下侮之。最理想的治理，就好比治水，顺着自然的规律走，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到领导者在管什么事，一切都很自然。差一点的情况是，河水偶尔会泛滥，但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，大家一出手，很快就能把水患平息。所以人民对领导者像朋友一样，还会心存感激。再差一点呢，河水已经泛滥成灾了，这时候只能大规模征调劳役去修堤筑坝，百姓不仅累得要命，还被制度压得喘不过气，对领导者就像对严父一样，只剩下畏惧。最糟的情况就是堤坝整个崩溃，制度完全失效，洪水滔天，暴乱四起，老百姓像婴儿一样无助，只能祈求统治者施舍一点生路。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，典型的民本思想。可是在通行版本里，它变成了太上，不知有之，其次亲而遇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看出差别了吗？它的重点变成了君王如何被臣民看待，是如日月天神般至高神秘，还是如圣贤般被人赞誉，还是如龙虎般被人畏惧，还是如老鼠般被人侮辱？思维的立场完全翻转，从百姓的生存变成帝王的得失。第二的目的，抹去圣王痕迹，摘掉紧箍咒。再看另一个例子，马王堆版本写的是上善治水，后来通行版本却被改成上善若水。原本的意思是说，大禹非常擅长治水，这一篇经文就是在讲他的治水智慧。尚在古代可以指领袖，也有最好、至高的意思。水要治理才能真正利于百姓，洪涝灾害怎么可能是善呢？可是只改了一个字，就完全改变了意思。治水被换成弱水，大禹治水的实用哲学智慧被抽掉，变成了一个模糊、空洞的比喻，好像在说最高的德性就是像水一样柔顺、柔静。这种摆动其实就是把民本治理的智慧偷换成圣明思想，告诉人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像水一样不争不抗，让人民习惯被动和柔顺。可以说，这一改就像孙悟空被摘掉紧箍咒一样，
古代圣王的榜样被消音，想要专制集权的皇帝才能为所欲为。第三个目的，移植生命思想。再往下看，问题更严重。马王堆版本写的是：上善居水，水善利万物而有尽，居众之所恶，故几于道矣。这段话的重点在治水，它其实是在讲水的特性，只要治理得当，就能利益万物，里面的有尽。意思是水有静止的时候，就像湖泊可以用来涵养和调节水源，而居众之所恶，则说明水往低处流。掌握这些基本规律，才能规划水道，有效疏导洪水。可是后来，通行版本改成了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一字之差，意思完全变了。现在变成说，最好的德行就像水一样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就像在教人做一个烂好人。处众人之所恶意味着要吃的苦中苦，才能算符合道。你看，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很像？不管是喝粪水、吃毒贩、割韭菜，甚至摘器官，百姓就像杯子里的水，翻不起浪，也翻不了天。道本来是领袖治理的责任，结果被改写成百姓要自我压抑的教条。黄老的老不是老子。这里我们还得澄清一件事，很多人以为《道德经》就是老子一个人的作品，其实不是。古代的老是一种尊称，就像我们说父老指的是父辈长者，而不是父亲加老子两个人。同样的，黄老不是皇帝加老子两个人，而是指如皇帝般的政治家们。从楚简和帛书来看，很明显这些文献属于黄老之学，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积累，后来却被缩减成老子一人之书，再用孔孟去压制老庄，把原本的民本制度彻底消音。这就是为了专制独裁者彻底摘掉民本思想的紧箍咒，反而改成一种君本思想的紧箍咒，强加到老百姓身上。结尾，现代启发。所以我们在读《道德经》时，就要想一想，我们看到的到底是古圣先王留下来的治理智慧，还是后来权力者精心设计的统治工具？那些被抹去的圣王智慧，能不能重新找回？能不能让我们看到，除了忍受之外，其实还有治理与责任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经典能被篡改，历史就能被重写；而当概念被偷换，历史被重写，我们还能知道自己是谁吗？